在贵州绥阳县的大山里，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居住在几山之间的位置。这里啊非常隐蔽，你从任何的角度呢，你都看不到这里有人居住。我们看到这里呢有4、5栋的房屋，但是只有1栋房屋呢是翻了新瓦。这里环境非常的漂亮，山下还有一条河流。那我们今天去探访一下，看看还有谁居住在这大山之中。现在呢，我在这一户人家的后山山梁上，我的车子呢是停到上边那几栋楼房那里，然后从这里顺山走到这个位置的。这边呢，整个周围的交通都非常好啊，可能只是他这边呢只有一家人呢，所以这个公路没通过来。那我刚才呢是沿着这个山开到那边，然后转到这个下方这里来了，但是那个地方呢没有小道通到他们那边，所以呢我又回去把车开到这上边，然后顺这个山下来的。那现在呢，我们就是顺着他们后山的这个山梁往下走。这里边的路的还挺大的，因为这个林子比较深嘛，所以下边的这个杂草呢也基本上长不出来。那么它这个路面上呢也没多少杂草。现在呢，这个天空下着小雨啊，当然这个林子呢比较茂密，所以说呢，我们走在这里边呢是感觉不到有雨的。咱们走到这里呢，就能够看到这一户人家呢，这个地形也是非常的特别。大家看看，几边呢都是这种小山头，然后呢把这个地方呢相当于是围在中间。看看这个山像不像一个锥子山？那我们通过航拍的镜头来看呢，那边呢还有2家呢，但是那个房子都烂掉了，这里呢也烂掉了。那相当于现在只有这一栋房子呢是好的。这个锥子山下来呢，这个垭口上有一大片的平地，种了不少的玉米啊。我怎么感觉这边的房子应该建在这个位置更好一些啊？你们说呢？住的人很少啊，感觉这房子没几个人住啊。哎，叔，没有，都上班下来呀？吃饭没都？没有，还没有。你盖住这的啦？我看那边几家的房子都烂的哈。哦，等于他们都不住这儿了。没有，走放学，都搬到高里去了哈。哦，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是准备吃饭了吗？要吃饭了。这里原先有几家人哇？有4、5、6家人了，也好噻。你贵姓啊？谢谢。他那边人家姓高。哦，我看山下这些水田都种起的，还是你种的吗？不是，他们上面的人种的。对呀。哎呀，我们这还没有解放，没有解放，这事也是啊，这都是邓家的，儿邓家出关了嘛，就是当秀才哈。等于以前邓家湾不得了。哦，以前我发过财了。你们58年搬来这里来是？我58年到进搬过来，22年我们2弟兄呢得盖房子，老的哈，得盖房子嘛，补不下嘛，我才搬过来的。57年的下半年你就负责这儿。你还炒螺子还？你请人嘛？我不请你去嘛，我不请。我不炒的腊肉。你去年还杀猪的啊？啥的？今天我别会了，我也不得我会。以前这个地方呢有5、6家人啊，现在只有这个大爷一个人在。他喂了一些鸡，养了2头狗。这个房子呢，他说是57年立在这里的，7住的房子。这些都是以前的老用具啊，这个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半斗，就是收稻谷的。还有个机器。这房子看着不错，风车也有。它这个院坝呢也挺大的，然后呢，这个下边的风景也不错啊。这里下去呢就是一整坝的田，再往那边过去，那个山后面呢就是他说的那个邓家，就以前不得了的，以前出过大官的，还出过什么秀才的，就是那下面。这个大爷他们几户人家呢都全部是整体搬迁，在外面呢都有房子的，他呢只是就自己回来住的这个老房子，然后呢在这里养一下牛啊，养点鸡仔啊，这里住着倒是空气好很多啊。你干了几个菜吧？
要几个菜我搞。干一个菜。哎，搞了一个人，搞哪个菜都吃，我爱吃我那是。我看你是一个嘻嘻哈哈的人一天。当然了，我们这个人为人处事，因为出名可以有啷个意思不？是。你小河刚一下我，都落我头头，没得用嘛，说对不？啊，拿瓶酒给你。哎呦，等几大了。我起来。我看你都喝酒应该。哎，我看你的状态就应该是喝酒的。你吃饭，我走的。啊。你吃饭，我是不是要那么吃点饭？我不吃。吃饭你聊头的来。你吃饭，我来逛哈儿你。要不然人家看到会道有。好。这个大爷呢挺能聊的，然后心态也比较好啊。他那个一会儿跟你聊到岳飞，一会儿又聊到太平天国，一会儿又聊到那个什么大跃进，一会儿又聊到什么地主之类的。反正他好像好多东西都懂一点。但是呢，他的状态我就看得出来啊，喝酒喝得比较多，然后说话呢有时候不太清楚，有时候我都听不懂。我觉得喝酒这个事情啊，大家还是要适可而止啊，少喝一些。而且他菜都炒好了嘛，我就不打扰他了，不然他一直都不吃饭。有很多朋友啊，不是跟我说想找个地方隐居吗？我觉得这里就不错啊，你隐在这里的话，基本上没人知道，就在那些崖壁的边上随便搭个台子，然后天天在那打坐修仙。有朝一日飞升上神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呀。大家好，现在我在四川泸州合江县的大山里啊，走在这个路边呀，发现对面那个岩壁上有好多的这个土墙房。向这个下边的一个阿姨打听了一下，她说上边岩洞中啊，以前住了10几家人。我打算上去看一下里面到底有多宽敞啊。这边呢是公路啊，然后要过这个河，过了这个河呢，就可以到对面去。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盖板岩洞？那么他们的这个房屋呢，就是建在这个里边。据说上边以前住了10来家人啊，好像是2层的岩洞，上面那一层好像也有房子。不过呢，我们带大家到下面一层去看一下。那去到他们这边呢，要经过这个河沟这里。你看这个河里面涨水的话，以前涨得非常的大呀，然后他们就必须从这里过，因为整个这个后面就是大山，没有办法出去啊，所以他们以前要出门呢，也是必须要过这条河的。如果在涨大洪水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法出门啊。这些石步梯呢，也都是以前他们住在岩洞的时候打的，我觉得距离现在可能最少是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吧。
这边的地形就是很多这样的大石头，它凭空就悬在这个半山腰。你看，这里也有一个，这些都是下边的大大小小的也有，所以这边的这个丹霞地貌啊，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神奇，经常会看到像这样的石头悬在这个半山腰。大家看一下，那边有个岩洞，这里也有一个岩洞，这里有一个岩洞，上边也有第二层。那咱们不可能一家一家去啊，因为他们每家呢也隔得有点距离。我们就在这个中间这一层看一下吧，看一下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哇，这里看看，这边还放有一个风筒。那么这里呢，以前就住有一家人还是两家人，对吧？你看这个远古时代住的，全都是用这个石头来做的，非常的规整。这是大门，整个上方呢就是一个盖板，然后这儿呢做一个门，为了关闭。这里就是一个石盖板，然后它这个地方呢，好的是它把这个门口呢也用这个条石给做出来了一点，给封住的。这里是一个土墙，对吧？这里应该是一个房间。那么我们注意看哦，这里有一个方孔，这边也有一个。我觉得是不是当年还是需要放哨的，对吧？还是需要观察外面的情况。这里大家看看，有以前的这个墨，是用圆的墨。然后这边呢就是水源的地方，这里还有水源，这还放了一把瓢，然后这个水呢就从这个岩壁的那个缝里面流出来，现在都有水，这个还挺奇特的，是吧？然后这里是以前的水缸，然后大家看这个也是灶台，这个灶台建的其实还挺好的，是吧？看着非常的精致小巧。然后这边呢就过不去了，这里呢就是其中一个盖板。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住的2家人左右。然后我们看一下下方，下方呢是一条河流从上边过来，然后这里弯过，从这里流下去。现在的公路呢是通到这里。那有一户人家，大家看到吗？我就是问了那个阿姨之后，我才跑上来看一看的。她说以前这里呢相当于是一个寨子了，有10来家人，那么就是分布在这些岩洞之中。都是分布在我这一片的这些岩洞之中啊，因为像我这里看到的这种岩洞，这里大大小小应该是有7、8个，他是这样说的。他们呢也是几十年前搬下去的。他跟我说啊，他结婚的时候都还在这里，也就是搬下去的年限并不长，可能是20来年吧。然后这下边有2、3家也是从这个岩洞中移下去的。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啊，环境非常的漂亮。然后住在这里呢，它就是那种与世隔绝般的感觉。对面的人要过来呢，其实也挺难过来的，必须要走那个河道走过来，而且在涨水的时候是压根过不来的。而这边的整个后山呢，全部就是原始森林，没有办法来得了人的。所以他们，这一个小寨子的人住在这里呢，也可能是为了安全吧。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啊，住在山里面的人，在100、200年前，大多数人都住过山洞。因为那个时候在山里面，大家还没有想到说去弄那个土墙啊、弄房屋啊等等，基本上呢都是找到哪里有一个僻静的山洞，能够遮风挡雨呢，大家就先在里面住一下。所以在这个大山里面，很多的山洞，你们进去啊都能够看到有人居住的那种痕迹啊。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你知道万里长江第1城是哪里吗？没错，这里就是四川的宜宾市。我们眼前看到的呢，就是宜宾市的合江门码头，也是三江交汇的地方。由上游的金沙江和岷江汇合之后呢，开始奔流而下，就是滔滔的万里长江了，也是长江正式定名为长江的地方。
所以呢，宜宾也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城。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宜宾的话呢，您一定要来这里看看三江汇流的景象。宜宾也被称为中国竹都，蜀南竹海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然竹林景区之一，竹海延绵数千亩，因其壮观的景色和丰富的竹资源，被誉为中国竹都。因行程比较急此行并未前往竹海，大家如果来宜宾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宜宾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文化底蕴深厚，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4000多年的酿酒史和3000多年的种茶史，是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你们知道现在的宜宾人在干嘛吗？他们好像没啥事儿干天天在长江边喂鱼，硬生生的把长江的野生鱼喂养成了宜宾人的观赏鱼。看着江中的鱼都被宜宾人喂得胖嘟嘟的，我是真担心这样喂下去，一传十，十传百，下游的鱼都跑宜宾来了，可咋整？夜晚的宜宾更是美不胜收，灯光的点缀让这座城市充满无限活力。合江门码头的悬浮地球是夜景一绝，不告诉你在哪里，你还以为是在拉斯维加斯呢。很多网友不远千里来宜宾呢，就是为了来看看这个球球。这可爱的小表情真的是太萌了。欢迎来到宜宾的字样，更是感受到了宜宾人民的热情。在这里不但能看到这美丽的夜景，也能看到三江汇流的壮观景象。万里长江第一城的标识，更是让人们来一次就永远记住了这座城市。兄弟们，现在我在遵义的高铁站准备带大家去4D 重庆玩2天，走。从遵义到重庆只有100多公里，坐高铁的话只要1个多小时。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遵义到重庆之间的高铁比公交车开得还勤，20多分钟就有一班，所以遵义到重庆之间往返非常的方便。这里就是重庆特别有名的解放碑，是一座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而修建的纪念性建筑。它坐落于重庆市渝中区的中心位置，是重庆的地标性建筑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于城市中心纪念抗战胜利的纪念碑。解放碑始建于1940年，1941年建成，并命名为精神堡垒。在我们国家特别艰难的时候以此来激励全国人民大团结，一心抵御外地的决心和信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更名为解放碑，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如果你来重庆玩这里是一定要来的。解放碑看完了，往前走10多分钟呢，就能到达洪崖洞欣赏夜景了。洪崖洞的建筑群共11层，独特的吊脚楼建筑风格奇特，依山而建，与重庆的3层特色相得益彰。夜晚灯光璀璨，是重庆非常有名的夜景之一，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拍照打卡留念。每天晚上这里都是人流涌动，是一处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感受重庆地方文化和品尝当地美食的好地方。这里是重庆西部汽车试验场，今天是受到长安启源汽车的邀请，来这里体验汽车的测试项目。长安启源目前一共发布4款车型，分别是 A05、A07、A06、Q05， 颜值都不错。据介绍，长安启源在新能源技术方面有高效数字电驱、南京混动发动机、安全电池以及智慧控制系统等技术创新，特别是电机采用了10层技术，我也不知道啥技术反正就是目前行业第一的意思。金钟罩电池还做了趣味挑战，火锅煮电池1分钟，放了老多辣椒了，就问你想不想尝一下。这个挑战呢是测试电池的隔热性能。据介绍，金钟罩电池的隔热性能较同行业提升30%。接下来咱就去体验汽车试验场的激情测试，分别体验了0到100公里加速、金卡纳绕圈、陡坡、高速环线以及综合路面试驾。特别是高速环线挺刺激的车速要达到200才能到最外圈。今天这个天空不作美就体验不到了。综合路面测试呢，要放一杯水在车上，几公里的路线看看水能保留多少，还真有人一滴水都没有洒出来的，真是人才每一项测试呢，前3名都有丰厚的奖品，不过都与我无缘了。现在新能源汽车那真是火得不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实体店试驾。夜晚呢，咱们来到重庆的一家网红火锅店吃火锅，据说这家店在重庆特别有名，在顶楼一边吃着火锅，一边欣赏重庆的夜景，还是挺惬意的。
重庆还有哪些地方好玩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做个推荐，我下次再来玩。在贵州遵义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了一个特别原生态的村庄。这里高山峡谷、河流湖泊、奇峰异景，那是数不胜数。在这梦幻的秋日啊，村中一棵千年古银杏树发着金色的光芒啊，更是格外耀眼。这棵银杏古树不但长得好看，它身上呢还长着一种特别珍贵的东西。据说银杏树上长出这种东西的概率是10万分之1。那么它到底长的什么东西呢？今天咱们就去一探究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遵义汇川区建设村的三岔河。我们说的千年古银杏树啊，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去看古树之前啊，我想跟大家好好的介绍这个村庄。这个村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我个人非常的喜欢。2年前我拍了好多的视频呢，都是在这里拍摄的，我感觉应该不下20个视频吧。大家想看的那种高山峡谷、河流湖泊、奇峰异景，以及我们很多在山上的独居人家呢，在这里都能看到。这个地方呢，地处遵义仙人山和大娄山脉的过渡阶段，在这个建设村三岔河的山顶这些地方啊，有非常大面积的森林。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可以满足大多数人对于这种生态旅游的向往。但是比较遗憾的是，这个地方呢属于原生态的村庄啊，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开发。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地形，山很高，峡谷也很窄。而在这些山川、河流、峡谷之间呢，有很多咱们看不到的风景，包括我来这里已经10次以上了，但是依然有很多的景我是看不到的。你们知道吗？这些山峰，包括有一些石柱笋，它都有一些人文的故事在里边，包括地理学呀等等。除了这些之外，在这些山峦之间呢，还有一些溶洞啊，包括在一些半崖的岩洞有这种小瀑布出来啊等等。所以建设村呢，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来探秘的宝藏之地啊！大家可以从这个大的环境来看一下，它两边是2个峡槽过来，然后一个峡槽过去，在中间这个位置呢，就是2河交界的地方，前边呢也有一个2河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叫三岔河。它有2个三岔河，上游的位置呢有一个2河交界，再往下走一点有一个2河交界。这里整个呢它是分为3、4条大峡谷的汇合，在这些峡谷上面的这些山涧啊，有很多隐藏在山中的这些独居人家，起码有个5、6户、7、8户吧。对于我个人的见解来说啊，
这个地方真的是适合轻度的搞一搞这种乡村旅游开发。我个人的建议呢，这里特别适合搞户外徒步旅行。你们不要小看这个，现在做户外徒步旅行的这个群体非常之庞大，而这里呢，恰好有这个天然的优势。这个地方几条大峡谷串联，我们在峡谷里可以作为营地的基地。我们要去徒步，可以徒步到山上。这个徒步路道呢，可以好好的去设计一下。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些山峰之间呢有很多的溶洞，包括有一些地方呢是半崖出水的，还有一些地方呢是有人文故事的等等。那么我们徒步的路线，把这些特别有意思的奇景把它串联起来呢，我相信很多的徒步爱好者呢，他是愿意到这里来玩耍的。在这个峡谷深处、河流边这些地方呢，可以做一些水产养殖，做一些民宿，包括养一些鸡、养一些鸭、养一些羊等等，让外面进来玩的人呢，他有吃的有玩的就够了。山顶的那些独居人家呢，就让他们住在那里，然后那些地方可以设计成什么呢？户外徒步者的补给站。上面可以卖一些东西，就像我们有些大景区一样，他们会把一些食物啊背到山上去卖，对吧？那么这里呢，可以继续的保留它的原生态，然后在山上的这些独居人家设立补给站。那么徒步爱好者呢，他徒步到山上去之后，他可以在上面露营，可以在上面那些有人的地方住一住，他也不显得害怕。大家想一想，3、5结伴呢，在这个大山之中徒步旅行，然后夜晚的时候我们露营在高山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想想都特别有意思，对吧？而且我们在山上露营的时候啊，很有可能看到我们山里面的很多野生动物啊，包括野猪啊、山羊啊、什么昏子啊等等，这些野生动物在这个山上呢也是非常多的。而且我想的这个思路呢，不需要大的旅游公司来开发，村集体呢就可以去完成这个事情。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当地的老百姓也可以在这里卖东西啊什么的，不需要搞得太商业化，就是尽量保留它的原生态。我们一些喜欢野外的徒步爱好者呀，包括喜欢自驾游的朋友啊，其实都是更加的喜欢原生态一点，商业气息不要那么浓。只要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有吃的，有玩的，有到深山里面探寻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就够了。而且在这个村里面呢，还有一棵镇村之宝千年古银杏啊，在这秋冬来临之际啊，银杏树变黄，散发着金色的光芒，格外耀眼，非常漂亮。现在咱们就一起去欣赏一下。本来是要开车直接进去的，但是不巧啊，他们这边正在修补这个公路，所以说呢，不管是从上边来还是下边上去呢，都是开不过去的，只能步行。正好步行呢，可以带大家看一看这一路的风光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两河交界的地方。这条河流呢，就是从上边的三岔河的位置呢流过来。这里呢，像是一个锁口啊，这边是一个20湾的这种峡谷，很美的哈。特别是夏季，咱们到这里来游玩，到这里来玩水呢，是非常舒服的。看一下这个峡谷里面正在修路，等这个路修好之后呢，大家要到这里来玩呢，就更加的方便了哈，直接车子就可以开到这个峡谷里边去。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就像是一道石门啊，公路呢从这个中间开了一道口子，然后把这个三岔河这个小组呢，好像是锁在这里边的这种感觉啊。这里呢，就是我之前来拍摄的那个侯大姨她家啊。然后前边呢，已经看到那个显眼的银杏树了，大家就感受一下这里的风景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这棵树除了长得好看，它身上呢还有一种特别珍贵的东西，那究竟是什么呢？大家眼睛看过来，就是树上这些倒挂着的这种锥体东西，整个树上全部都是，特别是下边这个枝桠这里啊，一排非常的漂亮，包括整个树的上边树梢的地方呢，也都有稀稀疏疏的这种倒挂的锥体。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它叫银杏天笋啊，非常好听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在银杏树上长出这种银杏天笋的概率啊，是10万分之一。我相信大家见过很多的银杏树，你们有看到过这种锥体吗？是不是很少看得到？那么说到这里，小伙伴们又更加的好奇，这个天笋它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棵树啊，它已经在这个地球上存活了上千年之久。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这棵树的时候呢，完全是没有任何的人居住。那个时候呢，可能一些地壳的运动啊等等，诸如山体滑坡呀、泥石流啊等等这些大自然的灾害呢，对这棵千年古树呢进行了不断的摧残。可以说，这棵古树呢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磨难，树上呢也能够看到很多的伤痕。像这种天笋呢，就是泥石流一些地燃灾害不断的对这棵树进行撞击，撞出了伤疤之后，这个伤疤的位置呢又不断的愈合长出来的这样的天笋。所以说这个天笋呢也是这棵树成长千年经历了各种磨难的一个见证。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我们遵义的赤水寺啊，我身后这一片赤色的崖壁呢，就是佛光岩瀑布景区啊，非常的漂亮。为什么这里叫佛光岩呢？我的理解是，清晨的时候啊，这个太阳光从山边射过来，刚好射到这一个崖壁上呢，发出那种佛光的感觉哈，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接下来呢，大家就跟我一起欣赏这绝美的风光哈，也祝愿朋友们呢都能够佛光照耀。大家好，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更新视频，主要是2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这个膝盖发热了几年了，一直没有好，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诊断的结果呢是滑膜炎加上半月板撕裂，所以说呢需要休息啊，不能过多的去爬坡下坎。来年呢再带大家去行走乡村啊。对了，对于我这种症状，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跟我说一说？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想研究一下直播内容和直播带货。前2天呢也直播了几次卖天麻，也卖出去了差不多100单吧。
但是呢，可能有1、2个客户收到不太满意，咱们的售后呢又跟进的不及时，导致得到了差评，还有这个口碑分呢也降得比较低啊。主要是我这个店铺呢也是刚开始弄嘛，所以说它的这个基数不大，稍微有1、2个人给到不好的评价呢，就会把这个分拉得比较低，这个呢也是没有办法的。现在直播呢就挂不了商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啊。所以说直播带货呀，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它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活。这里呢，我们就不具体详说了，因为暂时呢不出去拍视频啊，所以接下来的1个月呢，我想挑战一下进城直播卖天马，不知道行不行？大家到时候看一看我的直播，因为在城市里面呢，都是面对非常嘈杂的环境，车水马龙，对吧？那我们就需要买一款降噪的麦克风。我就买了梦马的乐声21降噪麦克风，它这个麦克风呢有2个优点，第一个优点呢就是可以降噪，第2个优点呢就是我们在用手机直播的时候，假如手机没电了，它可以用充电线插在这个接收器上呢，就可以给手机供电，这样呢就避免了我们在直播过程中没有电的这种焦虑感啊。然后呢，我用这款麦克风拍了2期视频，正好呢被梦马的官方人员看到了哈。梦马的官方呢又送给我一套他们刚刚发布的梦马的 Luck Max 麦克风，纽扣麦克风啊，就是一点点大小。现在我带着录音的就是这款麦克风。那么这个麦克风的功能呢，其实跟我买的这个乐声21呢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的体积就要小很多，这样呢，我们在户外直播的时候呢，就更加的便捷一些。这一颗纽扣麦克风的重量好像只有9克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找一个十字路口车水马龙的地方测试一下这款麦克风的收音效果以及它的降噪效果。现在是带上收音麦的录音效果，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嘈杂的十字路口，车水马龙，大家觉得这个收音效果怎么样？现在是带上收音麦，开启强降噪功能的录音效果，这个地方呢是非常嘈杂的十字路口，车水马龙，大家觉得这个录音效果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有麦克风跟没有麦克风的区别很大？麦克风开了降噪和不开降噪呢，也有较大的区别。以后我直播呢，就用这一款麦克风了。
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要忙一段时间的正事儿了，这个视频呢，可能就要停更一段时间。那现在在忙什么呢？在忙天麻的产业啊，在挖天麻，在卖天麻，在加工天麻，在销售天麻，反正就是跟天麻相关的了。现在呢，我就是在这个山上挖天麻哈，这一片天麻呢，大概有几百亩的一个面积。那这个天麻是谁种的呢？是我们这边农业公司发展这个村集体来种的，所以这里是村集体的哈。我们这边呢是提供种植天麻所需要的一些菌材啊，包括这个种植天麻的这个技术啊等等。那么发展当地的老百姓种好之后呢，咱们这边要再回收回来，然后再进行加工和销售。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就比较忙。因为现在呢，大家也知道这个直播带货是吧？我也可能会做一些直播，然后呢，我有一些做直播的朋友呢，他们也在帮我们做这个天麻的带货，所以说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会非常的忙。当然呢，我给大家拍的这个视频下方呢也挂有这个天麻的链接，如果大家喜欢吃天麻呢，就可以直接去下单。我这里挂的天麻都比较实惠的，因为我们这里是整个产业链打通的，包括这个发展农户种植技术提供，包括这个天麻的回收，包括这个加工，包括销售等等，是一体化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能够给大家比较实惠的价格。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咱们把这个天麻的事情忙完了之后，继续带着大家走乡村，看不一样的风景。谢谢。在贵州正安县金钟山的大山之中，我们发现有一独户人家，到底是什么人还留居在这与世隔绝般的地方呢？今天咱们就去一探究竟。大家好，现在我已经在这大山之中了。从金钟山那儿下来呢，有一条毛路，但是通不了路啊，只能是步行。我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是步行了半个多小时吧。现在要开始走小路了，小路大概可能也是1个小时的路程，走吧。可以看得出来哦，就像这条古道的话，以前走的人也是挺多的。时过境迁呀，山里的人都有搬出去，所以说呢，现在看起来就比较荒凉一点。现在这一片森林之中啊，我感觉就是我一个人一样，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动静。金钟山这一片山林里面的植被是非常多的哈。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芳竹也这么多，野葡萄啊、猕猴桃啊，包括各种各样的珍稀植物啊，包括还有很多那种国家级的珍贵的动物。走在这一片寂静的森林之中，什么感觉？风吹草动，你都听得清清楚楚啊！胆儿小的朋友还真的是不太敢来走啊。我是真的特别佩服这些采方竹笋的，背着竹笋要在山里面逛1-2个小时。你看这些地方都是采竹子、采竹笋留下的这些壳。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走下来，那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废弃的房屋，下边有一些绿色的那个铁皮，应该是养蜂还是干嘛的？
这个房子呢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周边都是这个小山板给包住的。这地方就是一个特别隐蔽的地方，我们不从空中来发现的话，根本就不知道这里有人居住的哈。这里是很宽阔的一片平地，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空中不大感受得到，但是你来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这里是一个非常平坦的地方。整个这个平坦的这个面积可能有好几十亩地。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一直下去呢，那边就是悬崖峭壁。它这里呢，相当于是你看两边的山，几边的山都是包裹的非常的好。然后正好呢，就一户人家居住在这里。可能以前它不止一户啊。那么因为这个很多人都搬走了，对吧？像那个后边呢，也看到还有一个废弃的房屋，包括这个山上呢，我们看到也有一个废弃的这个房子啊。然后看到没有，这些石头上全部摆放着这个绿皮盖住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养的蜜蜂啊，养了好多。我们可以大概看得出来哈，这一户人家呢，他们在这里呢就是养蜂啊，主要是养蜂，不知道有没有搞其他养殖。然后因为这里大面积的这个土地呢都是没有种的，全是荒在这里的，所以呢并没有在这里种庄稼，估计就是留守在这里搞一些养殖什么的。哎，前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老人家哈，去跟他唠两句。吃饭没得，老人家？我说你吃饭了没得？你没洗吗？我们现在洗了。我吃了，我起了。你也干在屋头啊？他在那老吃一下，那房子。你们就是2个人在这边吗？啊，就是我娘母儿子。就是你们娘母。嗯。然后这个老人家呢，他讲话我也不太听得懂。以前应该是有个5、6户吧，我猜测这里肯定有个5、6户人家。那么现在呢，只有他们2母子在这里居住了哈。然后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在这里养蜂吧。这个地方整个看起来真的是给人非常舒服的感觉。像这个老人家，他说他已经90岁了哈，我估计他也没怎么出过山，所以说他讲话跟我们还是有一点点区别，我都不太听得懂。我想跟大家重点说的就是这个地理环境真的是非常漂亮，感觉以前像是住那个富人的地方啊。整个这里山形围得非常的好，它就像一把椅子一样。然后这里呢就是一个岔口，正好可以看得出去。刚要离开的时候，正好遇到大叔回来啊，就跟他唠了几句。他们这个地方呢，原先呢是有5、6户人在这里的，后来呢全部都陆续搬走了。我问他呀，他们在这个地方居住多久了？他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好多代人了。那么目前他在这里呢，就是养了有差不多100桶的蜜蜂，养了20多只的羊。蜂蜜呢，差的时候都可以收个几百斤。如果说正常情况下，每年可以收上1000斤的蜂蜜。哇，你们算一下，这个每年最低的收入应该是超过10万的。很多人说住在大山里面赚不到钱，你看大叔他们2母子是吧，隐居在这个深山里面，养蜂种菜，自给自足啊，竟然每年呢还有个10万块钱的结余。过着这般隐士的生活呀，还能够有钱挣。说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可能都按耐不住，你们是不是蠢蠢欲动，也想隐居到大山之中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遵义凤冈县的大山深处啊，沿着我眼前这条3米宽的公路啊，向里边开几公里呢，发现有几户人家在那儿。那么看这个路的形态啊，好像已经极少有人从这里通行了。里边的几户人家呢，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居住啊？今天咱们就一起进去探访一下。这个地方的地形呢是非常的隐蔽的，要倒几个弯，过几个峡谷呢，才会来到这里。哦，等于这里就在你们2个人。哎，有点让山友打电话就完了就晓得了。哦，对，有啷个事的话就跟小孩打电话，他就来了哈。啊，因为我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些路都没搞。有些地方车子都过去刷刷刷刷的。老了，103就是我过，我已经起来我就去过路了。就去过路哈。如果老了过不得了，就是长龙碰撞了，他们又来搞。3个小孩儿是吧？有3个男娃儿，有3个姑娘，有6个。你下面有6姊妹？
啊，3个男娃，3个女娃。啊，哇，你这个福气好哦。我去好。等于现在这里的话，原来有好多家人呢。一家加6弟兄，加6弟兄6家就是7家，等于3家10家。 10家。等于这10家人这一片儿，现在只有你们2个老人在这里。啊，干的我这里半个，那半个。你小的几个应该都在外面工作哈。有2个的工作。哦，有2个在正规单位工作。哎，有个的打工。哦。有个的贵阳。你是有80岁没啦？78，后年3斤嘛80。你们这点都是姓李？我们这都是姓李。啊，像你们这个房子的话，是你手头修的吗？是上一辈修的哦？这2天了，还有根儿就是我老人修的。这里这2根是我修的，这上头。这个吊脚楼也是你年轻的时候修的？哎，几十年了嘎。是几十年了嘛？耶，你修这个房子的话，都费了好多的力耶。这费挺久。全部都在人工哈。35岁修的嘎。你35岁的时候修的，现在就等你们2个老人家在这里了。这都是我的凤冈去做的，我转来过去的了。哦，你都搬来凤冈去过的？你这里面是个4合院了，进去看呀。你这里面还有房子？哎，进去看噻。这个老人家他们这个组啊，有总共10户人。现在呢，就他们2个老人家还留在这里呢。它这个里面非常大哈，大家看一下这个厢房，这边都是搞的2层，很大的。水源也是有的哈，你这点儿。水我们得多少？我们这水干不断了。干不断？关键那个干了，还有到处没得水起，我们这里。这个地方还是可以。你啷个不去跟到他们住啊？我搞不来，我就这头来2块钱。哦，在县城里面搞不来。我在县城里我搞不来。他们一喊你去，你住不惯。他要喊去，我不去了。我是红啊，我说我喝酒啊。女的他说我要钱。其实反而回家来在这里住起，身体还要健康点是吧？哎，对。还是山上走下呀，要干活路就干点活路啊。好多了。你吃饭没有啊？吃了啊，吃了。我开始了去。这里头真的是很难的哟。去年就是我在老家看的，今年是我家2个儿子来看的，2个都没做过活路。对，他等于是砍了些路哈，都他们来砍的。哎，一直没做过活路。一直没干过农活儿。没有，就是都是。我家俺儿那个大那个工作出来的，才79挨着锅桶干了，长就20几读书。哦，读书读起来20几。29，他读高中是挨着我了。哦。那看来你们这儿还出人才嘛。这个屋脊是哪辈子出的？哪辈子有干？哪辈都有干哈。你们这辈就在你们家来了。哎，我媳妇，我儿子，他家咱上家，我们朝鲜回来的。哦，不是朝鲜啊。好多年纪大的人，他都宁愿自己做。哎，如果生了病了，抬不起来了，扛了呀，车子拉着就上。你老回来，气话了。意思你们还喂的有蜂糖啊？哎，我也不是这个香味儿呢。哦，这个老人家要搞点蜂蜜给我吃啊。我们这昨天晚上刚弄的。他中午要破工吗？那有人他拿给都拿吃吃，好运的他都拿吃。那看一下，这是昨天晚上刚搞好的蜂蜜。正儿八经好蜂糖。那不断桥啊。对，安逸得很，安逸得很。老人家太客气了。可以了，可以了，太客气了。搞点蜂蜜。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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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倒点水，再倒点水，不然太甜了。以前嘛，农村里住的人都多，大家的土地做的也不当够扯，因为就容易扯了嘛，这正常的很。人一走出来去嘞，这里人少嘞，就好整嘞。哪个地方都是的。还吃点儿不？不吃了，不吃了，你吃梦完的，吃梦完的，我都还没吃完。吃蜂糖哎，吃醉了不得了哎。啊，晓得了。你去蜂糖都老贵，去多了。他去返工了都是个票，他去一票，他没去过干。
起多了醉，也醉了比喝酒醉了恼火。哎，因为我们这是变化大，没得像庄稼，哎，大山上去采药花，对，它一年四季都有那种药花呀。我们叫黄连钱，我们这儿的地是吃黄连，原来所以就叫黄连钱。那你这个蜂糖的价值就高哦。哎，是了，是每年这个。哦，就是这边这家房子啊。我们一小房子，他就挂头5的不同，他家6个人。他做啥头？你做字头？你家是3个姑娘3个儿，他家6个儿。你们这个真的是又罚人又罚钱了。那边呢？那边那个房子？那边都是他的哈。那边做家开。这边做街开哈。这个他们这里这个宅基地啊，挺厉害的，几兄弟都是厦门的人都很多。刚才我还没有注意看这个地形，这个地形确实是不错的。哦，搬来5倍了。搬来5倍了，应该以前也是。搬来在这里打几辈子的单头了，维护就是啷个得发去了。哦，等于搬过来的时候有几倍了，都是单的，得盖儿。哎，得盖儿。差点就没得嘞。维护了就。为后来就开始罚哈，就是又罚人，然后又罚财的哈。占地制也背的厦门了，哪家都是几个7、8个的哦。哎，是了。那怪不得人真的多哈。他这个弄的，他是从长久这样个堆的追过来的弄的。这捐下来了吧？啊。他给弄的，捐下来就在那落血了。对，就在你们这个房子那儿落的血。这里是个狮子啊，那边是个关大人，那边。我们这个倒是就是窄小了，不行。他你好像有谁子传那个，他遁出去就好搞。出来去就好，根基留在这点，人出去。这点儿不行，这里窄很了。对，窄很了，你窄很了的话，你施展不开。是了吧？也但是先生都别窄。在这里他就。你搞我搞你的，你整不了，我拿到了呀，妈也就搞不那样。对，他一搬出去啊，没去干脆搬出去。他这个朝中不是做不做，他不好过，他就往门去奔。对。他是逼上梁山，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对，出去。在梁山一边的打架，拔将他是逼着搬上去的路。因为不好过。他就往门去奔，他奔出去他就搞好了。对，是，你这个是有道理的。我这个天麻带的也不多啊，只有带一点点，我要做样品的，所以随便给他们几个，然后给他瓶酒就行了。这老人家也喝酒。天麻你们人有没得？没得，失踪了哈。可以摘不？不可以摘，只能吃，不能摘。你拿来炖点排骨那些吃啊就可以了。不走，我走了，我要走了，我要出去了，不让走。不走，不弄了，不吃，我走了。啊，我下回来再找你们说。哎，没事。好。那么在这儿呢，跟这个老人家聊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你们在聊天过程中有什么感觉哈。这个老人家其实挺厉害的，很多东西他都比较懂。那么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呢，这个老人家也说了，这个地方呢是不错，但是呢地方太小，施展不开。所以你看，很多人都是离开这个地方之后呢，在外面去发达的，包括有在政府上班的，是吧？有在商界做得比较好的，所以都挺厉害的。只不过呢，现在呢都不到这里来了。那现在呢，只有他们2个老人家留在这里居住。他们呢也是喜欢这种环境啊，正好这儿呢公路也通了，所以他们留在这里居住呢，这个空气也好，夏天的时候呢也比较凉快。像年纪大的人呢，他们从小呢就是跟这一片土地打交道，包括身边的这些一草一木，包括土地、山林等等，他们有一定的这个情感链接。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土地啊、山林呢，就是他们的命根子。所以说呢，他们可能真的更愿意在这个地方守住这份基业。
我想他们大多数人都有这些想法吧。不管子女在外边混得怎么样，风生水起也好，怎么样也好，最起码这里还有一个退守的地方，是他们在这里跟你守着的。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哈，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遵义凤冈县的新建镇啊，在这一条河边，咱们发现了一个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村子啊。我们从空中的航拍镜头来看呢，这个地形非常的特殊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村子呢是建在河边的一个坝区，那么一条河流呢，正好一个弯弓的形态，把这个村子包得非常的严实。整个村子的后山呢，一条来龙，看起来这个山脉啊不高不矮，非常的漂亮。那么两边呢都是这个崖壁，相当于这条河流啊，它把这个村庄呢完全向内包的形态。你们有没有注意看这个地形？整个这个地形呢，它就像一个什么形态呢？像大鹏展翅的形态。住村庄这儿呢是这个鸟的头部，那么向两边无限的延伸呢是翅膀，看起来整个的地形啊，就像一只大鹏鸟即将展翅高飞的这种形态啊，非常的漂亮。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村庄呢，它分为两部分啊。你看，在这个鸟头的地方啊，一边建了一片的房屋，它中间呢没有链接起来，正好断开了。两边建的这两片房子呢，就相当于是这一只大鹏鸟的两只眼睛，有没有这种感觉？那么大家来看这个地形啊，这一只大鹏鸟呢，它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是被禁锢在这个地方的一样，几边呢都是把它包严实的，就好像它想往上腾空9万里呢，好像又腾不出来，就是有那种即将翱翔蓝天，但是呢又仿佛被什么东西禁锢在这里的感觉。如果说在什么样的时机啊，这只大鹏鸟能够起飞，那还不直上云霄，腾空9万里？到那个时候啊，这个村庄还不一飞冲天？大家说是不是？我们抛开这些地理不说，但单就说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非常的漂亮啊！一条河流环村而过，形成这种多数的 S 弯的这种形态，就像一条长龙啊，环绕在这大山之间，真的是一道非常壮丽的风景啊！从我的角度来说啊，这个大鹏鸟的地理形态啊，或多或少呢都有一些遭到了破坏。你们觉得是哪里呢？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在中国的西南部，有一个被群山环绕、气候湿润、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贵州。在这里，有一种被誉为天然保健品的草本植物正在静静的生长，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天麻。天麻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以其根部入药。它的生长环境要求严格，需要高海拔、气候湿润、土壤肥沃、无污染的环境，而贵州正好满足这些条件。贵州的农民世代种植天麻，通常都是种植在高山密林之中，种植方式也是更多的融合大自然，从种植到收获之间无需人工干预，再到加工晾干，每一个步骤呢都严格把控，保证了天麻的品质。贵州天麻以其优良的品质和独特的药理作用，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它可以帮助改善睡眠质量，缓解头疼头晕，据说还有抗衰老的一些效果。你要问贵州天麻有什么优势？第一就是自然环境的优势，贵州属于高原，森林覆盖率呢有 62.8%， 位居全国前4，年平均气温适中，四季分明啊，非常适合天麻的生长。第二，土壤优质，贵州的土壤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质和微量元素，特别是天麻种在林下，每年的这些落叶以及下面的杂草腐烂形成的腐殖土呢，有着非常丰富的营养，这些呢都是天麻生长所需要的重要元素。第三，高海拔，贵州的平均海拔呀都在1000米以上，
这样的高海拔呢，更有利于天麻的生长。第四，无污染。贵州省的环境污染相对较小，更有利于天麻的生长以及天麻的品质保证。第五，丰富的种植经验。传说在远古时代的时候啊，乌蒙山的密林深处住着的彝族原始部落呢，就已经开始使用天麻。600多年前，古代彝族女政治家麝香夫人呢，去朝廷面见朱元璋，当时呢，一同带去的就有天麻。朱元璋尝了天麻之后啊，大加赞赏。据说天麻这个词呢，也是当时朱元璋赐予的。今天贵州天麻已经走出大山，走向了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它以独特的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贵州这片土地的丰富和美丽。在这片土地上，天麻继续生长。我们期待更多的人能了解到天麻，了解到贵州，感受到这份来自大自然的纯粹和美好。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瓮安县的川洞河啊，我身后啊有一个特别奇特的地质奇观。在这个瀑布的里边啊，有一条通行的暗道，就像这个水帘洞一般，非常的漂亮啊！我现在准备带大家进里面去感受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瀑布是比较宽的啊。那么在很久以前，这个地方呢并没有搭桥，那两岸的村民呢就正好通过这个瀑布里边的暗道呢，相互之间来进行通行。我们现在呢就是走这个侧面进去啊，就可以到达那个瀑布后面的这个暗道。我们在这个外边看着的话，这个瀑布还挺小的，是吧？但当我们来到这个跟前的时候啊，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壮观的哈。这个地方已经过不去了，全部这里垮塌下来，把这里堵死了。那我们应该是要从对面过来哈，从对面过来。那我走到对面去，从对面过来，给大家进这个里边去感受一下哈。我们现在是走另外一侧这里进来，那么一进来之后呢，这里是一个洞穴啊，是一个洞穴。那么再往前走呢，就能够到那个水帘洞的位置。你看这些地方啊，都有水流从这个地方沁下来。那前方呢，就是非常的美，大家可以看一下，太壮观了，这里边是吧？就是活脱脱的一个水帘洞。大家来感受一下，这就是外面的情况。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一条天然的这个人们行走的一个通道。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在这里来乘凉啊，简直不要太爽，真的是就像桃源仙境一样，简直就像一个时空穿梭的隧道一样。然后中间这里呢，就像一个大大的门帘，水门帘啊。你不是说你成米厉害吗？我以前讲真的个。对呀。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遵义铁厂镇洞上村的天井组啊。今天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是准备去那个瓮安，然后经过这里。我记得2个月前跟大家拍过一个视频，就是87岁奶奶啊，她一天可以吃2斤米，就是在这里啊。那个奶奶呢姓杨。我去瓮安正好经过这里呢，来看望他一下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天井组这里，这里呢总共是5栋的房屋，然后有4栋呢是没人住了，只有那个杨奶奶呢，她一个人居住在这里哈。哎，奶奶，你吃饭没到？哦，你吃了的？
没事，我来这里说哈，我来看下你。哎，正好我在这里说话呢，那个杨奶奶已经在上边了哈，我们去看望她一下，因为她一顿可以吃2斤米嘛，正好我跟她买了一点米带过来，我今天也是顺路经过这里哈。我给她买了2袋米啊，1袋20斤，哎呦，这个，然后再买了一堆这个零食、小吃、面包啥的。我这提的挺重的，提40斤。我还说先上去看一下他在不在，我再下来提东西。正好我在那儿说话呢，他在家的，那我就顺便就跟他提上去了啊。我正好给你提2袋米嘞。哟，你啷个不好的？你还认得我不？啊？我搞忘了。搞忘去了。我上次来你这儿的呀。你拿那么多米来起来？啊？你不是说你称米厉害呀嘛？我一天2斤的噻。对呀，所以我给你提点米来嘛。那个后头你心好不好？你有啷不好的嘛？我上次来这里过的，我走那边都去过的，你还记得不？我记得到。记得哈。那让我提着啊？你提袋嘛？你提袋，你提起不20斤？我上次呢，你不是说你一干呢，我就路过嘛，就顺便来看你哈儿个。我这一这不是我要干了，那就是我要干噻。嗯。你的心好。真的喝太了也没意思。耶，只要开心就行了。一天2斤米。我正好走这里走瓮安那路过，我想到起这我好像1-2个月前来过你这儿的。你的心好啊，钱没了，我都没起来。耶，有好多，我这就在路过，顺便来看下你看。现在你的心好比我要活得大点嘛哈，那么大的岁数，那不10年了。耶，你让我谈我给啊？是啊，干年都没哪个来，都是我一个人在这里。确实很少有人来了哈。很少有人来了，我13岁这有都来了，而且我家公公婆带我了嘛，我爹妈是走了。等于你是从小就是跟到公公婆的哈？哎，从小就跟到公婆的，我家来了就把我指在这儿来了，13岁就在这儿来了，还不10年啷开窍啊？耶，你要谈我给啊，只要开开心心的过，多看哈。一个人在这卡头，你说能开窍嘛？他们全部都没人的哈？没得。啊，4家房子都是空的。哎，俺你都做的。你一天煮几顿饭吃呀？煮3顿。吃2顿。你就早上蒸来之后就吃一天。不炒菜。不炒菜吧？不炒菜，只吃米饭。海椒。海椒。我就是大多数都是海椒。那你还不炒点菜呀？我吃全往海椒打进。哦，就相当于就吃海椒下饭。海椒都是海椒做的大的头。呀，你还喂了2-3个狗？你不是的。喂2个？哎呀，可是脱下的。你说的你一天称2斤米了，是他们都一起吗？他不吃。他不吃啊？他不吃完了，你要的他不吃，他门前吃来的。哦，有人帮你喂哈？我还以为是你一天称2斤米要得跟他们吃哟。他不吃。不吃哈？2斤米都是我个人吃的，你吃没？我自己吃。我吃了。有人来住了，我介绍他们到这儿来住，跟你有个伴儿。是啷个人家心更加好了？我这里都可以炸噻。这边都可以哈。这可以炸噻。我都在这儿，还开门关门的，在这里用。啊，有人来了，我就介绍他们到这儿来。要得，底下是跟小娃把你开头没？是都拿我的。你相当于他们已经搬出去好久了，你在这里一个人都已经好几年了哈。好多年了。哎呀，打工钱了，像这都是在家打电话给我。你在做嘛？日本讲这个是兄弟媳妇的老友了嘛。你在做了嘛？多也都我打的。他们来争议这个。他们可能也经常给你打个电话问哈哈。打电话就是在家人，在这个兄弟媳妇家那个在儿子，他两口子的心还是好。经常打电话。那个媳妇是安徽的。安徽的。两口子心好。累了嘛，没让打把他面。反正慢慢做吃了嘛，想吃就做吃嘛，没得嘛就给我打电话，我打电话你跟我谈嘛，我就没去，吃不来了。
反正他是你东西吃完了，他就是又给你买进来哈。有他们管到哈，你也都要好点哈。经常都问哈你嘛。哎，问哈你噻。那你也干了，我都看电视啊，西边。我样都没得。样都没得。可以整个电视看哈儿啦。哎呀，国家都说要电视，我不要，我不懂那个东西，我不懂看不到的嘛。你不懂哈？没，他们怕烫到我电。又怕电哈。那我走了，奶奶。要得嘛。我走往瓮安走。瓮安。走我们瓮安哈，我都是瓮安的人的。你都是瓮安的了嘛？边界哈，你是瓮安边界上的。我在水坊岸上看去。水坊岸上看去。那我走了。你耽误了。不耽误你了。我就有点东西。不吃。大家好，现在我已经在瓮安县的酒店了。从杨奶奶那儿到瓮安县这里呢，大概是70公里左右。杨奶奶那个地方呢，现在是她一个人居住，那儿总的是5栋房屋，她自己住1栋，有4栋房屋是没有人居住的。所以说，有喜欢那种环境的朋友啊，可以到那儿去居住。在那个地方呢，居住着也亲近，也可以呢跟那个杨奶奶做个伴儿。我感觉那个地方比较适合一些喜欢钓鱼的朋友，因为那个边上走过去呢就是大江啊，听说里面的鱼还比较大个。整个这个地方的环境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杨奶奶手上呢有2家人的钥匙，也就是我们看到有2栋房子呢是重新盖过瓦片的，那么这些房子呢都是她在保管。如果说大家喜欢这种3居的生活，其实可以到这儿来看一看啊。那么我们上一期视频讲了，就是杨奶奶吃2斤米啊，大家可能不太相信。今天呢，我也向杨奶奶求证了哈，她自己本身就要吃2斤米。杨奶奶的生活呀，她真的只吃白米饭，所以说我觉得吃2斤米呢也是比较正常的，因为她不吃菜，她主要是吃辣椒来下饭。听到这儿啊，很多健康师、营养师都懵了，对吧？这个人的身体不是要摄入很多的元素吗？像杨奶奶这样只吃白米饭，为什么她身体这么棒呢？这个真的是很难说的啊。你看杨奶奶一天基本上就是只吃大米饭，要么就是面条，其他的菜基本上很少吃。但是你看她的身体确实非常的棒的，咱们其实也看不出来她缺不缺营养哈，反正整个人看去是精神抖擞的。我觉得这个人呢，年纪大了之后心态一定要好。虽然说他一个人居住在大山之中有那么多年了，当然你看得出来他的心态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再加上他下边的一些侄儿呢，经常都会打电话慰问他一下。我觉得呀，可能这个心态好啊，是健康长寿的最重要的指标。你比如说杨奶奶是吧，她每天只吃白米饭，但是她的身体依然是非常的健壮，也祝她呢长命百岁。太不可思议了，在广西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了一条特别奇特的公路，300米的直线距离竟然修了6公里的长度。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广西河池的天鹅县，看看我下边啊，就是天鹅县城，非常的漂亮啊，中间一条洪水河，碧绿的啊，很美。后面就是10万大山啊，今天准备在这里休息，所以呢爬到这个山顶来。这个下边有一条12拐的盘山公路啊，也是非常漂亮。我们从空中的镜头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下边的天鹅县城啊，洪水河穿城而过啊。为什么叫洪水河呀，不叫绿水河呀？整条河碧绿的。这个盘山公路它是从县城这个地方入口，然后从这个山上开过去，从山上这个口子到县城入口这里，它的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但是走这条盘山公路下来，我们导航了一下，有6.8公里、7公里的一个路程。所以说在这个大山里面呀，要修一条路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一出门就是大山。天鹅县城啊，总的有15-16万人口，它包含了20多个民族，所以说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县城。整个县城看去
非常的漂亮。我们可以看到身后那么多的大山，基本上你看不到有土地的痕迹，是吧？山中呢东一家西一户的也住了好多的人。为什么不大看得到有这个土地的地方呢？整个天鹅县城的森林覆盖率在2011年就达到了 82.5%。你看，又经过了几年的退耕还林，是吧？可能现在它的这个森林覆盖率应该超过 85%、86%，大概哈。所以你在这个地方看去，整个山川河流都是绿色一片啊，非常的漂亮，就像一幅山景画一样，对不对？如果你有机会来到天鹅县城啊，一定要开到这条盘山公路上来，在这个地方欣赏一下天鹅县的美景。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遵义绥阳的大山里啊，看到我对面那个地方没有？还有一户人家留居在这个大山之上啊。我们今天准备过去探访一下。这里有一个房子呢，好像不是人居住的，人居住的还要过去一点，大概在那个位置。这一条进山的毛路呢，或许在好多年前啊，是当地的村民凑钱修的。后来呢，确实是交通不便，搬走了之后呢，这个毛路呢也基本上就废在这里了哈。这个上边这种泡呢叫做构树泡，北方的朋友呢喜欢吃这个啊，它也是一种中药材，但是在我们这边呢完全没有人吃这个东西啊，因为它吃到嘴巴里面呢，整个嘴巴里面特别的黏糊。这个地方发现有一颗野果啊，称为贵州版的荔枝，非常的好吃啊，我去采几颗吃一下。就是这棵树上这种红红的小果子，被称贵州版荔枝啊。你们要是在山上看到的话，也是可以吃的。这个果子呢是这样的，这个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像荔枝呢？这都是山里面的山珍美味啊。你要是到这个山里好多美味你都不认识的话，就太可惜了，是吧？看到都不敢吃。这个木钩子一搞，就给它勾下来就行了，这还不简单吗？只要想吃，那家伙都能吃到啊！搞过来了，看一下，我搞了4个下来，这4个呢刚好马上就要张开了，这种也超级的好吃啊！看看它这个是张非张的，我们直接从这个白线这里啊给它拨开，哎，轻轻一拨就开了。它里面有很多的籽，如果你们愿意吃的话，也可以把它吃掉；不愿意吃的话，就可以把它滤出来。就吃它的果肉就行了。这2天在山里呢，这个很多地方都有八叶瓜，你们进山呢都可以吃一点。这个路边有一股山泉水，咱们在这里喝一点水再走哈。像这种地方呢，这个水啊，很有可能一些小鸟呢，它们经常到这儿来喝，所以下边的水呢可能会有一些杂质。那我们怎么办呢？就在这个周边找一个这种大一点的叶子，那我们来接这个水哈，是吧？它这个水从这个上面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接，哎，接来呢就可以喝了，对吧？这样呢就喝了哈。啊，非常的凉爽。这个地方咱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废弃的木屋了。你看这个地方门前呢还有一窝这个芭蕉树。那么这个是一个废弃的木屋，这个木屋呢是一个猪牛圈。我们看到那个地方呢还盖有2个碗，不知道什么意思，可能那儿是有一口井的啊。走吧，继续向前走，因为我们要去探访的那一户人家呢还在前面一点。翻过来之后啊，我们看到这边的地还有耕种，那么证明留居在这里的人家呢还有种地。有的朋友说不得不佩服我们中国的电力，是吧？随便到哪里啊，这个电力都能给你送到，哪怕只有1家人居住呢，也给你拉电过来的哈。这个下方大家可以看一下，下方就是很深的峡谷。
大家有认识这些图里面的这个树是什么树吗？这些都是五倍子树啊，也是一种中药材。我感觉这些五倍子是不是主人家刻意种的？非常多，这里面全是五倍子。刚走到这里，我已经听到狗叫声了，又是为了几只狗的一户人家。我的天哪，听到这种狗叫声，我现在心里面都是发毛的。刚到呢，这个小白就跟那儿欢迎我呢，我也不知道他是欢迎我还是驱赶我。哎呦，这些房子好像都是拆掉过的，都是支撑起来的哈，用几根柱子支撑起来的。这一片呢，以前我估计也好几家人居住。真的养了好几只狗。哦呦，喂了好多蜜蜂，看到没有？这个大黄桶这也喂的蜜蜂。吃饭没得？谁？吃了。现在都是你一个人坐这的啦？位置还有个。还有个？不是都没得房子的啦？我的没得房子了，这是我现在这里搞的棚。啊，等于是都是搬到下面去了的。对。以前在这住嘛，住没得住一样。对。我就背着就我的地势在这里，我就背着就又上来了这里，出去打工啊，又没有那个要了。你是哪阵儿转这上面来的嘛？搬出去之后？我都又上来2-3年了。哦，又转这儿2-3年了，等于房子都全部拆了，你这个棚棚都是自己重新搞的哈？啊。哦。你贵姓呢？是？我姓陶了。姓陶哈。这几家都姓陶吗？是啊。那你老伴呢？我老伴呢，早就和我分开了。早就和你分开了，等于就得一个娃儿哈。是男娃儿吗？女儿了？男娃儿。结婚了哈？没有嘿。你这个又要倒你一根了？我就整个帐篷。哦，就整个灶房睡那边哈。灶房边整点东西吃。我下去看了他5辈子好不？这里这几栋房屋啊都是已经拆掉的，然后他们回来之后呢，又把这几栋木房呢给它撑起来的，然后上面搭的大家看看都是茅草。上面这个大叔跟我讲的，他还有一个哥，这一片五倍子林呢就是他的，我下去看看他在那里采五倍子。虽然你还打五倍子哦，这个背篓里就是他采的五倍子。今年的五倍子好呗？你这个五倍子干了好多年了，种了？6-7年了。都种了6-7年了哈。今年还结得要好点是吧？哎，前年、去年都不行。前年、去年都不行。今年结得还好。打好点。现在可以打起好斤了。哎，1000把斤的要卖1万把块钱的哈。差不多哈。你也是姓陶哈？哦。哎呦，你注意哦。哎，嘿这，来哇，哎，你这里走哪里都要走它几多远哈？我们都一般很少出去。要整柴米油盐的时候要出去哈，整回来哎够扯了就不出去。啊，高迪那个叔叔是这2年才回来的哈。回来2年了。他都回来2年了，等于以前的啊头10年的话，基本上都是你一个人在这里。这一片五倍子树林都是陶大叔的。这大叔说他把上面的这个主压枝砍下来。然后下面2棵留着呢，他第2年又接，又从那个地方发出来新的。你不砍呢，上面他也接不好。还有一个呢，他自己本身也采不到。哎呦，这一棵接的比较好，这东一个西一个的，全是五倍子。你这个采回家去要用水泡不？要用脏水泡不？泡也可以，不泡也可以，直接晒也可以哈。那你慢慢的整了水，我走了。你这个忙起的，不打扰你工作。
它这个地方啊，对面也是一条山梁隔断，然后这里呢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你不管是从哪儿呢，你都看不到这里，真的是一个特别适合隐居的一个居所。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住着2个叔叔啊，小的那个叔叔呢，他是搬迁在下面了，然后儿子呢也在外面，当然他现在也就是2父子。年纪大的那个叔叔呢，他是独自一人居住在这里，已经在这里居住了10年多的时间了。他呢是独自一人，没有结婚啊，现在是70岁了自己呢一个人在山里面种了这么一大片的5辈子树，一年的收入的话也是万把块钱吧。再加上他有空的时候，可能在山里面去弄一些中药材什么的拿去卖，那他的收入呢，一年有个1-2万块钱应该是问题不大啊，自己的生活开销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感觉这个地方怎么样？看去东一间西一间的这种小房子啊，就像一个原始部落一样啊。这些是他们种的红薯，上边种的是玉米，这个红薯也是非常好。老了之后在山里面种菜养鸡，种点吃的，有一定的经济来源，自给自足，也没有什么压力。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幸福吧。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